来关注一组建设海绵城市的相关报道。一下雨就可能导致内涝，不少城市遇到的难题如何解决？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印发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从今年起，城市新老城区要统筹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努力消除一雨就涝、污水横流的顽疾。所谓海绵城市，是指通过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充分发挥建筑、道路和绿地、水系等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蓄滞和缓释作用，有效控制雨水径流，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建设发展方式。意见明确指出，通过海绵城市建设，要最大限度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70%的雨水就地消纳和利用。到2020年，城市建成区20%以上的面积要达到目标要求；到2030年，城市建成区80%以上的面积要达到目标要求。这个海绵城市建设的核心，实质上就是合理的控制降在我们这个城市的下地面上的雨水的径流率，就地的消纳和吸收利用，要尊重原来自然的地形地貌，使得雨水实现它的自然的散落，它原来到湖里面去，原来到沟渠里面去，原来到坑塘里面去，到它该去的地方。意见指出，各地要将雨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作为城市规划的刚性控制指标，将海绵城市建设要求作为城市规划许可和项目建设的前置条件。从今年起，城市新区要全面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老城区要以解决城市内涝、黑臭水体治理、雨水收集利用等为突破口，实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的目标。此外，意见指出，中央财政要积极引导海绵城市建设，地方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目前，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已经选择了厦门、济南、武汉等16个城市开展海绵城市建设试点，计划3年内投资865亿元，而全国也已经有130多个城市制定了海绵城市建设方案。简单来说呢，海绵城市就是要把城市里的雨水留下、收集、净化并利用起来。有人形象地将它形容为未来城市健康发展所应拥有的海绵宝宝。那么，这些被寄予厚望的海绵宝宝到底是什么样？它有几种类型呢？首先，我们就来认识一个专门针对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的宝宝。在中国建筑文化中心正在筹建中的海绵城市建设中心，在这里搭建了一个缩微版的海绵城市，马路、停车场、绿地、步行道一应俱全。这就是一个道路雨水收集系统，是吧？人行步道和马路，这个马路的雨水呢，它是这么很巧妙的通过边沟透水边沟，由过去的传统的点式排水变一个带状排水，是吧？把流源水换成透水的，这样就把马路的雨水收集、过滤、净化。然后通过地下管道流向储存系统里面去。现在这套系统模拟的是100毫米左右的降雨量，雨水落到地面之后，并没有出现积存的情况。如果用水瓶倒点水在地砖上，这种效果更为明显，1秒钟的功夫，水就消失不见了。原来这种透水砖的透水性能是平常陶瓷型或混凝土透水砖的6倍以上。在这种透水砖基础上打造的海绵城市系统，专门针对城市立交桥、人行道以及车行道等路面。不仅可以实现由传统点式排水向线式、面式排水转变，同时它还具有净化雨水的功能。往往的透水它是没有过滤净化水功能，而这个产品呢，它在透水的同时，你看这么快的速度，它还有很好的过滤净化水的功能。而在位于北京市万泉河桥西北角的中关村展示中心的这片绿地下，可能谁也不会想到，这里实际上隐藏着一个7000多立方米的隐形水库。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这个一个大的一个近2000多平米的广场，全部是底下都是属于蜂窝结构的蓄水井构成。据介绍，这个隐形水库是由800口6边形的渗水井组合排列而成，结构上类似于蜂窝，井壁是用高科技的透水材料制成，每一口井的水都是相通的。它有2个目的，一是呢，把雨水能够尽量的收集、储存起来，而且呢能够保持水质不变质可以用于绿化的浇灌或者施政杂用。第二一个目的呢，
通过这个蓄水池的雨水收集，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周边道路这个排水的压力啊，对城市的安全运行也非常有好处。按照设计规划，雨量小的情况下，雨水会被渗透到地下，蓄积在地下隐形水库当中。当遇到大暴雨时，隐形水库的水也满了，多余的雨水则可以通过导水管进入滤水渗水井回补地下水。而当遇到特大暴雨时，滤水渗水井中多出的雨水则可以排入现有的市政管网，从而实现迅速排洪排涝，解决城市内涝排水问题。除了专门应对城市道路雨水收集利用和解决积水问题的海绵宝宝，其实呢，我们城市需要的海绵宝宝还有几种，尤其是针对路面硬化比较明显的城市建筑、小区以及广场等人工设施。北京市海淀区的牡丹园东里小区是比较常见的北京老旧小区，但是最近刚刚改造铺装完的透水地砖却让这里的住户很满意。因为他们下雨天出门再也不用为路面积水而发愁了。下雨，会淹一些啊。现在铺完路面以后，确实改善不少。下雨马上就渗下去了。简单来说，北京市通过改造建设蓄水池、渗水井、铺设透水砖道路，可以迅速排放和渗透空地和道路的积水，达到了方便小区居民雨天出行的目的。同时，在蓄水池和渗水井采用了雨水过滤系统，实现了过滤、净化、储存和保鲜一体化，保证了水系水质，这也减轻了市政管网的压力。像这个水的话，就是刚刚从地下隐形水库取上来的这个雨水，主要是用来像这个道路广场的冲洗，然后小区里的绿化的这样的一个浇灌，而且还可以作为消防用水的一个备用水源。这样的话，就是把雨水不仅把内涝的问题解决了，而且的话把雨水资源化利用了。12年到14年，就是我们区的话，累计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在153个小区完成了就是铺装就是透水砖41万平米哈，每年的话呢，能够蓄水达到了就是38万立方米哈。同时的话呢，一些那个渗水的，就是回补地下水的话，每年的话差不多达到60万，就是立方米哈。同样，在海绵城市的试点之一浙江嘉兴，注重雨水收集、净化、利用，让不少新建小区的开发企业和业主尝到了甜头。特别是个水，我们小的时候看到河里面的鱼都看得到，现在又看到了。不仅是人行步道、小区建筑体包含的停车场、广场等，也可以成为雨水收集、净化、利用的载体。在嘉兴，很多像这样的停车场都被海绵化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停车场里面，一年就是减少外面排到河里的雨水量可以达到1万方。从污染物的这个削减的角度来说呢，北京建筑大学做的检测，它的 COD 削减能够达到40%以上。不仅是停车场，嘉兴市还将一些办公楼的屋顶雨水收集起来，经过生态处理流入收集罐。据介绍，像这样的收集罐每只可以存放4吨水，可以清洗20多辆车。同样，嘉兴植物园门口的这家花圃也将雨水收集起来，替代自来水浇灌花木。节约的话大概在3000吨左右，1万多块钱。这个雨水呢是比较自然的，对植物呢，它的生长状态跟后期的一个养护啊都特别好。不仅有海绵小区、海绵办公楼，医院、学校等公用建筑一样也可以海绵化。在海绵城市试点之一的厦门海沧区新阳医院，现在正在将透水性差的大面积混凝土硬化路面与停车场改为砂基透水砖铺装，同时还在埋设透水管，专门来收集砖面快速渗透的雨水。因为我这个硅砂蓄水池呢，还有一个核心技术就是说透气保鲜技术。为什么透气呢？我底下我们用一种特殊材料，一种专利性产品就是透气防渗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杯子下面又钻了一小孔，我这种沙子就叫透气防渗砂，它具有透气和防渗功能。大家看我倒点水啊，可以看到，那么它是透气又防渗，这样呢就可以保证水质的保鲜，长期储存不变质。据介绍，厦门像这样的海绵城市项目已经确定了78个，总投资近58亿元。现在我们的雨是蓄存了可能10%到20%，80%是排掉的。那以后我们要改过来，我们70%、80%要留住，20%、30%排出去。此外，打造海绵城市也涉及到我们城市当中的河湖湿地。
贵州贵安新区就将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贯穿到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在建中的月亮湖公园建成了生态沙基透水系统和雨水收集系统，所有地面不仅铺设了透水砖，还在沿岸修建了蜂巢结构，可以对水域收集净化。因此一项就可以为月亮湖增加水质可达地表水3类标准的新水 11.8万立方米。这样的模式在住建部海绵城市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秦生义看来，特别适用于富营养化的湖泊治理。你看这个系统就是一个海绵湖泊的一个展示模型。这个湖泊底部呢是一种透气不透水的生态保水技术，替代传统的那种土公膜那种防水不透气的材料。它这个湖泊呢，能够地下水能够微生物不会破坏，因为四周半隐形的这个蜂巢结构呢，能够使水呢降温，能够有效的消除蓝藻。我们非常期待通过我们海绵城市的建设呢，在解决城市内涝问题的同时，可以起到对于水环境的改善，特别是通过水系的这样一些改善和重建，以及绿地、道路这样一些改造呢，实现这个微气候的这样一些改善。可以有效地缓解城市热岛效应。